大家好，日元对新元突破新高 117.74， 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数字，创下了去年7月以来的新高。但这一切背后显然不只是一组简单的汇率数字，日元正在经历多年来最严重的贬值，而新元却逆势而上，稳步强势。这不仅仅是汇率数字的波动，而是两国经济模式、政策取向和市场信心差异的集中体现。在全球货币市场动荡的大背景下，日元走弱，新元坚挺。这其实是一场信任和策略的较量。新加坡凭借稳健的货币制度和清晰的政策取向，成为投资者眼中的亚洲金融避风港。而日本则因长期低利率结构性经济困境，市场信心持续流失。今天我们就从新加坡和日本的对比视角来分析，新元为什么强势，日元为何疲软，背后又反映出怎样的经济逻辑？通过对政策、利率、经济结构和市场影响的系统分析，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理解两国货币走势背后的深层原因。这不仅关乎投资者的资产配置，也关乎整个亚洲金融格局的演变。新加坡的优势首先来自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。金管局 MAS 实行以汇率为主的货币政策，通过渐进升值控制输入性通胀。这种政策让新元在全球货币动荡中表现出色。同时，新加坡利率水平相对较高，与日本的超宽松政策形成鲜明对比。投资者因此更愿意持有新元资产，包括新加坡国债、房地产投资信托和银行存款，获取更高收益。资金流入形成正反馈，进一步稳固了新元的坚挺。此外，新加坡长期致力于打造透明、高效的金融环境，稳定的政策框架、良好的监管体系和可靠的金融市场，让国际资金把新加坡视为区域资金中转站和亚洲避风港。在全球市场波动加剧的情况下，这种信任红利显得尤为重要。可以说，新加坡元的坚挺并非偶然，而是经济结构稳健、政策透明、市场信心集中的结果。对比之下，日本的货币与经济环境则显得疲软。日本央行仍坚持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，尽管市场曾期待政策调整，但现实中加息希望落空，投资者开始抛售日元。此外，日本面临结构性困境，工资长期滞涨，国内消费疲弱，即使出口表现强劲，通胀也难以被有效控制。这种无增长加无加息的组合，让市场对日元的长期前景信心不足。换句话说，日元的疲软不仅是技术性调整，更是市场对政策和经济模式的投票。投资者选择信任能够在动荡时代稳住经济的货币，而日本的政策迟疑和经济结构问题使其失去了这一信任。在新加坡稳健政策和日本迟缓应对之间，市场的选择非常明确，资金更愿意流向新加坡。新元对日元的攀升，本质上是两种经济模式的对照。新加坡通过汇率主导、偏紧缩的货币政策，控制通胀，吸引资金流入，并且依托金融、科技和服务业构建多元经济结构。新元因此稳中偏强，资本流动顺畅，而日本依靠利率调控，长期宽松政策下通胀难控，投资信心下降，经济结构仍以出口制造业为主，货币长期承压，资金流出日元持续贬值，形成鲜明对比。简单来说，新元的强势不只是日元弱的结果，而是市场信任谁能在动荡中稳住经济的体现。汇率背后是信心策略和政策执行力的直接反应。新元升值对新加坡意味着出国旅游更划算，企业进口成本下降，但出口价格竞争力可能受压。对日本来说，出口企业短期受益，但进口成本上升，民众购买力削弱。旅游业则迎来红利，外国游客激增。从更广阔的角度看，新元坚挺和日元疲弱，揭示了亚洲经济的新趋势，资本正在向政策透明、经济稳健、市场信任度高的地区集中。新加坡凭借稳健的货币，
开放的市场和强大的金融体系正稳坐亚洲金融枢纽的位置。一句话总结，新元对日元走强不只是汇率变化，而是亚洲经济新旧模式的对照。新加坡代表稳健、开放金融化，日本则是保守宽松制造导向。货币的强弱反映了信心与策略的差距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